你敢相信吗？中国国务院建国75年来第一次站到全国人大面前，递交了一份让全国人民心头一紧的债务账单。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政府债务高达70.77万亿元。70.77万亿是什么概念？摊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，就是54438元的债务。你出生的时候已经背着一辆国产小轿车的欠款，你刚会走路就被迫成了全球最负债沉重的婴儿一代。这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，而是实实在在压在每个人肩上的沉重包袱。是谁把国库掏空了？是谁把国家搞得比90年代下岗潮还惨？是谁在几十年间一边口口声声喊着繁荣富强，一边悄无声息地让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？要知道，1969年，周恩来在国庆讲话中还自豪地说，经过20年努力，我们成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社会主义国家。可如今46年改革开放下来，债务规模像疯长的藤蔓一样，盘根错节地缠上了整个国家。社会经济到底是向前冲了，还是往后退了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也许比数字本身更让人揪心。有人说，债务增加是因为要改善民生，要搞建设，要提升国际影响力。但细想之下，这话似乎漏洞百出。高薪养廉的旗号下，公务员和高层官员的收入福利节节攀升，特供的免费医疗和高档食堂从未停过，而普通工薪族却在医保门槛费、教育学费和房贷的多重夹击中苦苦支撑。财政部的数据冷冰冰地摆在那里，2023年公务员人均年收入超过22万元，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.7万元，农村居民更只有2万元出头。这样的差距不是鸿沟，是天堑。与此同时，几十年来的大撒币外交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国库。为了彰显大国担当，为了在国际舞台上争当老大，一次次把钱撒向全球。免除非洲几十个国家的债务，给东南亚孩子提供免费校餐，甚至在斯里兰卡已经宣布破产的情况下，还送上上百亿的援助。看上去慷慨大方，实则把自己勒到喘不过气。更扎心的是，这些受援国家很多如今转身倒向西方阵营，我们换来的连一声真心的感谢都没有，只是为了让对方说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这个买卖到底值不值？谁来回答？而在国内，税收下降与行政收费上升的矛盾，几乎榨干了民营企业和老百姓的耐心。企业盈利在下降，失业率在飙升，但各类行政收费却一年比一年多。罚款成了地方财政的提款机，名目繁多到让人怀疑人生。看病有门槛费，办证有手续费，连摆个摊都可能被收摊位管理费。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，在一些地方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已经超过了税收收入本身。这意味着地方财政已经不靠创造财富，而是靠割肉来续命。与此同时，政府的支出却像失控的水龙头，怎么拧都拧不紧。债务爆炸的同时，各地楼堂馆所依然讲排场、比阔气。3公经费公务借贷、公务出行、公车多年居高不下，维稳经费甚至超过了国防预算。吃财政饭的公务员事业编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财政供养人员已超过6400万人，相当于一个公务员或事业编背后养着2.5个纳税人。基层到中央，臃肿的体系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巨兽，吞噬着每一分税收和收费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反腐喊了10年，贪腐金额依旧让人瞠目结舌。中纪委公布近5年查处的省部级贪官，涉案金额动辄上亿。被曝光的地属运现金，用汽车、火车一节节车厢的装，
这只是冰山一角。至于转移到海外的资产，据瑞士信贷数据，中国富裕阶层在境外的可见资产已超过3万亿美元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，这是国库的血在外流，是财富大迁移的无声铁证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以为这已经够糟了，但真实的局面比你想象的更绝望。因为这场债务危机不只是钱没了，而是让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都背上了沉重的锁链。国库已经不是在流血，而是在失血过多后濒临休克。谁来救他？谁又愿意救他？财政赤字早已不是偶发的意外，而是日常的常态运行。官方公布的2023年中央财政赤字是3.88万亿元，占 GDP 的 3.3%， 但这只是账面上的光面数据。如果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、融资平台负债、PPP 项目欠款统统加起来，真实赤字可能已经接近 GDP 的1/10。这意味着每生产100块钱的财富，就有10块是借来的，而且还是拿着信用卡去套现，根本没有稳定的偿还计划。地方债务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不透明的，它没有一份向全国公开的完整清单。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财政已经崩塌，房地产成交腰斩，卖地收入暴跌70%以上，偿债资金缺口越来越大。于是只能继续借新债还旧债，就像一个深陷网贷的人，不断拆东墙补西墙，直到某一天四面都是墙，墙也轰然倒塌。在债务雪球的阴影下，延迟退休成了被端上桌的解决方案。官方说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，但翻开养老金账户的账本，才发现事情的另一面。人社部数据表明，2023年养老金结余同比下降近8%，部分省份的养老金早已收不抵支。延迟退休的真正逻辑是让劳动者多交几年养老保险，少领几年养老金，用他们的血汗去填财政的窟窿。可这一代人已经被房贷、车贷、教育、医疗挤压到喘不过气，再加上延迟退休，等于把最后一根稻草也压了上去。问题是，就算全民勒紧裤腰带，财政的失血依旧没有止住。2024年，全国消费增速仅 3.8%， 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低点之一。消费低迷意味着税收减少，但财政支出却像钢轨一样刚性增长，维稳、国防、基建、公共部门工资一个也不能砍。经济学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，这就像一辆漏油的汽车，不管你往油箱里加多少油，车永远跑不远，因为油一直在滴漏。如果债务继续以现在的速度膨胀，到2026年，中国政府债务总额将逼近90万亿，债务率会超过国际警戒线的2倍。那时候的结局无非3种。第一种是大规模印钞，表面上是偿还债务，实际上是用稀释货币的方式转嫁给所有人，物价飞涨，老百姓辛苦一辈子存下的积蓄瞬间缩水。第二种是削减公共服务，医疗、教育、社保开支被砍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普通人生活质量断崖式下跌。第三种是债务违约，地方政府无法兑付债券，城投平台破产，金融系统动荡，社会信任体系崩塌。无论是哪一种，最终的买单人永远是普通百姓。加税、通胀、资产贬值、福利缩水、延迟退休，这一刀刀下去，割的不是宏观经济的虚数，而是每一个家庭的真实生活。回望过去几十年，这个国家并不是没有机会避免今天的局面。可是，一次次的错误决策，一次次的国库掏空，高薪养奢，疯狂援外，过度建设，腐败外逃，像一把一把刀割在财政的动脉上。那些曾经承诺的全民富裕、长治久安，在数字面前变得苍白无力。70.77万亿的债务，
不只是财政上的赤字，更是信任上的透支。如果不敢真正公开账本，不敢发动全民反腐，不敢精简臃肿的财政供养体系，不敢停下那些虚耗无底的面子工程，这场债务危机只是刚刚开始。债务的利息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绳子，正一点一点收紧，勒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脖子上。而那绳子的另一端，牢牢攥在那些曾经把国库当作私家钱包的人手里。历史的账总有一天要算清，那一天天秤上的砝码不是别人，就是老百姓自己。